玩了5天的时间来这边做个游玩总结吧。这款游戏严格来说，它做的是挺好玩的算是修仙养成的经营游戏啦，然后又搭配了战斗。对于平民玩家或者是重氪玩家来讲，方向可能会比较不一样，但是都能享受到游戏的乐趣啦。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练功点，在特定时间一到弟子就会开始陆续聚集过来了。农田部分也有弟子在进行耕作，人数是相当多的整个修仙氛围能充分感受到热闹的环境在下方留言区会放上大量的精华攻略，如果你是有心想玩，或者是你打算氪钱的话，我建议你还是看一下吧。先看一下晚上的时间来了弟子开始自行在进行修炼了。在夜晚的时候就是如此热闹在一般的经营养成的游戏其实你是看不到有那么多的人数的啦。建筑物的排法就看个人了，我有找到完美的建筑物配置图，有兴趣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区看到。这是我目前的地址，给各位看一下，分为内门、外门还有记名地址。你大概玩了5天左右也是差不多这个情况了。内门的部分基本上都是轮回者地址部分前面几天你会有大量的绿色地址、蓝色地址，之后那些地址你就可以把它派遣出去了。地址部分红色跟橙色就会越来越多。我会尽可能讲白话一点当你有心想要玩的时候，你再去看攻略吧。因为这款游戏你要讲复杂，它会非常的复杂，就跟论文一样多，所以我还是觉得轻松玩就差不多了啦。游戏在23级之前其实你最主要的提升项目都是以建筑物的升级为主啦。然后这里是主城中门大殿，透过不断做任务进行建造建筑，中门等级就一直提高了。我们先从地址来看吧，它有分为神魂觉醒，意思就是说拿碎片来进行觉醒如果你有拿到100个碎片，记得先不要去觉醒神魂，你可以先到右边的轮回棋局，也就是转蛋池商店，在这个地方你选神通，这边可以换到角色的技能所以这个先换了以后，你再去进行觉醒，觉醒3次了以后，你有碎片，你就可以来换专武了。玩这款游戏的重点是在于左上方的活动，一开始的新手活动应该是中门复兴吧，具体的话还是以台服为主。活动部分是送金会的魂石，这只角色不怎么样普普通通所以你也不用说全部把它做完了，有做就行了啦，拿奖励也行了。再来会有风起天然的这个活动，也就是寒天然踢菱角，这个对于平民玩家来讲是太困难了，因为你转蛋至少要500抽你开始在玩到这个活动出现到活动结束不氪金500抽，基本上是很难达到了。那剩下活动这些对于平民玩家来讲都是一定要做的。机缘它代表就像一般游戏的石头拿来转蛋用，或者是拿来购买道具用的。你在这个地方你也可以买到棋子，也就是转蛋券的意思这款游戏跟大部分游戏也是一样对于平民玩家来讲你要存一口气就是存个500抽左右，直接保底出角色之类的。不仅有寒天然活动，未来也有女帝的活动，它和炼丹的活动2个活动是交替出现的啦。轮回棋局部分每30抽就会必出轮回者了，这是轮回者的几率很低的，但30抽保底还算是有良心至于哪一位角色比较强的话，看一下下方留言区吧。寒天然是 T 0嘛，通玄子就是在炼丹的部分是最强的对平民玩家来讲左上方的活动如果有出现炼丹活动，绝对是优先参与的。炼丹的建筑物点进来，如果你是使用通玄子的话，丹药你还可以多炼出几颗那像这些材料你也可以先都保留起来，等到了炼丹活动出现的时候再开始进行炼丹角色的培养部分神魂前面已经提到了嘛，属性根骨代表的是物理的，神石代表的是法师，悟性会提高暴击率，匠心的话就是针对采集生产魅力会增加收益所以匠心还有魅力的部分你就可以把它放在适合的建筑物再来就是修行，修为部分会自动去慢慢提高，你也可以透过吃丹药了。突破失败了以后就会出现虚弱期进行突破会有成功几率，你也可以用丹药进行破境，每一次失败都能提高下次的成功几率境界越高你的属性就会越强神通它有分为普攻的，你可以依照角色是属于物理的还是属于法术攻击的去做个别搭配，然后你再看一下它是属于哪一种属性的灵根，你再把它安插上去就行了。绝学其实是很少的啦，如果你要获取到绝学的部分就是在藏经阁或者是氪金除了氪金之外其他的取得还算是挺困难的啦，所以玩了几天其实你的绝学也不会太多了。异宝它意思就是针对个别的属性去做提升就像会提升魅力会提升悟性初期都先留着吧，等未来针对特定那几位角色去做提升就行了。法器这个是装备这个初期也不用做，或者做普通装备就行了。对这块有兴趣的话你再看下方的攻略吧。然后内门外门地址的数量是取决于你的建筑数量我们看一下，像这个地方是属于外门的，这个地方是属于内门的提升等级了以后就能扩张位置。然后记名地址呢，它不会主动去进行
修炼了。只要是内门或外门，它修为会自动去进行提升嘛，然后你就可以去进行突破。记名弟子的部分，它就是不会再修炼了。我们看一下右下方游历部分啦，网上攻略这边有提到，这个就是离线奖励哦。上阵的评分达到推荐的评分啦，奖励就已经到极限了。如果是在线挂机游历这个画面啦，奖励多2/3。左上方点下来以后就有到各地图了，你这边可以看得到有推荐评分，你就把队伍压在差不多的评分就行了。然后你的主力队伍啊，就直接让它在城里面挂机就行了，经验是最高的。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些章节里面有蓝色的啊，就可以进行驻派。驻派的话就是把你不要地址全部把它消耗掉，它可以累积挂机的临时收益，然后解锁当前位置的特色。所以在地址的部分呢，不管你抽多少啊，都可以把它消耗掉。任务部分这是每日任务，然后悬赏任务是必做的，你也不用硬去刷5星出来哦。你在前期啊，它的需求条件5星的难度太高了，大部分你都是可以完成3星左右的啦。我再刷新，这里有5星任务，你看这样子就不行了，3星4星都还可以啦。再我们看一下建筑物的部分，有爬塔，然后这是掌门，掌门这边有功法可以去进行提升。掌门部分它也会累积修为，和地址一样会突破，但你不用集中去提升掌门了，你的材料都是以优先提升地址为主，掌门就让它挂着吧，然后让它突破就行了。掌门用处就是当你在进行战斗的时候啊，点击画面就会释放攻击，这一点可以放心哦，是可以开自动的。打个关卡给各位看吧，进行挑战。雪雪的招式是非常漂亮的，最高目前可以开到3倍速，你看到五花八门啊，光彩夺目那种的技能都是绝学啊。推关的部分啊，也会打 BOSS， 你有看到有一个绿色的一直劈吗？这个就可以切换功法变成雷霆，这个就是掌门了。再来我们看其他建筑物，藏经阁这边就是你放了地址了以后啊，然后它就会累积到点，藏经阁也可以去进行升级，你的到点就可以拿来抽了，全抽你就可以抽到武功的残叶，因为地址的技能啊都可以去个别提升的。战斗的这一块的部分全部都介绍完了，接下来我们介绍建筑的部分嘛。游戏在一开始前面几天啊，都是以盖建筑为主，你的临时大部分也都会花在建筑提升等级啦。然后地址啊，功法的培养也是极度消耗临时的，对平民玩家来讲，这个先摆最后吧，先把所有的建筑等级都拉高，你才可以取得到最大的收益。所以在23级之前啊，你还是以提升建筑为目标。在建筑部分啊，你投放的地址要搭配好属性，像天才阁它适合的是水属性，有水属性的地址你优先放即可。这张表给各位看一下，大致上是这个样子啦。各个建筑物啊，适合搭配什么样的灵根地址，在这张图你就可以看得到了。你玩前面几天啊，你不用在意那么多，前面几天你会有一大堆绿色跟蓝色地址，所以你去搭配灵根意义性也不大，因为你每隔几天你就会换一批地址下来嘛。建议你到第5天以后你再去调整吧。中门等级只要一提升了以后，建筑物都会增加数量，或者是解锁新的建筑物所以在建筑物的摆设部分啊，你不用每一天去调整了，你等第5天以后你再开始去调整一下吧。然后左方这个是手厨吕洞宾，然后还有其他的小礼包，还有技能书，像这个花人民币648的，还可以增加全图范围5%的修炼速度。这个就是你有花钱跟不花钱，其实你玩的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对于平民玩家来讲就很简单也不用想那么多啦，一切以提升建筑为主，剩下的不用强求太多即可。当有转蛋活动出现的时候，就像寒天的活动出现了以后，你就看你要不要抽，你也可以先抽出一些基本的轮回者，以后之后再开始来存转蛋券。总而言之啊，无论是转蛋还是炼丹，有活动你再做即可没事的时候你就不要去用它。然后右方斗技，这个就是竞技场啦，这边是看不到玩家所使用的阵容那我这里是老伺服器了所以他们的战力都非常高，这一块的部分无氪就随意吧。最后就是前面这里啦，这个地方你可以招募地址，如果你不断的去转蛋抽角色啊，你这个红丝招募就会非常多，少说有10位起跳吧，成色也会很多的。然后一般每一天啊都可以15次透过用临时去进行招募，招募地址啊你还可以改命一次，真的没救了看要不要看广告，直接招收了以后就是把它派去消耗掉就行了。但是你越招收啊它会越贵，所以量力而行吧。再来这里都有访客，有的话就尽可能去接这个也是有任务的，你就做好接100个访客的准备吧，反正有访客你就接而且他又会给你临时整个玩法就是这样子剩下的精华攻略都会在下方留言区。本次影片就到这里吧，大家拜拜。